我回来了。累不累啊？你说呢？上几天班挺累的。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做晚饭叫你。那行，我先回屋歇会儿。儿媳妇，赶紧过来，谢谢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儿媳妇，赶快过来，谢谢。今天累坏了吧？不累妈。这平常你都不走那么多路，这逛个街，这不劲儿走，你肯定累坏了。跟妈说，你今天想吃点啥，妈给你买去。妈，我今天想吃螃蟹。行。丹丹，丹丹，哎，妈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今天中午你做的啥饭呀？做的排骨。妈，你弟妹啊，她想吃螃蟹，要不你上街上去给她买些去。妈，排骨都做好了。瞧你说的，那做好了不会再去买点呀？你瞧瞧你，叫你买个螃蟹，这是说一句跟犟一句似的。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，不听我的话了？妈，我没有，可是饭已经做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。妈，我就想吃螃蟹。丹丹，听到没有？你弟媳妇就想吃螃蟹，今天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让她吃上。妈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偏心啊？我弟妹想吃啥，你就让我给她做啥，没有你这么能惯着她的了。妈，你看嫂子，你瞧瞧你，一个乡下来的，现在长能耐了，说一句给犟一句。可是妈，饭我已经做好了，她非要吃大闸蟹，我上哪去给她弄啊？再说弄好了，这锅里的饭怎么办？不浪费了吗？来劲了是吧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就算烧高香了。一个乡下来的，土里土气的，你能跟宁宁比吗？你看人宁宁这身材，这一笑这两个河嘴窝多漂亮，瞅你长得跟个炮腿似的。妈，你成天拿我和我弟媳妇比，我乡下来的，我也没少为这个家做贡献啊。家里面的吃喝拉撒不是我弄的。哟，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我儿子娶了你，算你8辈子烧高香了。土里土气的一个农村人，再到我们这城里，你都得听我们的，叫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哪那么多事啊？说一句犟一句的，干活去，买螃蟹去。你们在吵什么呢？儿子，你瞧瞧你媳妇儿，让她干个活，说一句跟犟一句的。你弟媳妇想吃个螃蟹，她都不给买。妈，家里都做好饭了，还买什么螃蟹？你这不是浪费吗？妈，这不是宁宁想能吃吗？你瞧瞧你，说话都向着她。妈，你这偏心偏的也太狠了吧？啥都向着我弟媳妇儿，平时我不计较就算了，今天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伺候一家老小的吃穿，我还要上班，我哪里做的不好了，让你这么嫌弃我？不就是我出身不好，学历不高吗？嫌我是个农村的，农村的怎么了？没有农村人你们吃啥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再逮着别人又卖乖了。你嫁给我儿子，你算享了大福了。在这城里住着，你天天穿的吃的，你看看你那同龄的小姑娘，谁有你享福？要是我有脸蛋、有身材、有学历，还是城里的，我能看上你儿子吗？我能嫁给你家？你说你2句，你还踩进来了？你这性质在家里是不是要打我呀？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干啥？我替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媳妇儿，你不会教育吗？我给你教育，中不中？妈，她是我媳妇儿，轮不到让你教育的，要教育也是我教育。你，她现在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呢，只是个做婆婆的。你呀，就做好你做婆婆的义务就行了，在家安心享福不好吗？非要在这里挑事儿，听我弟妹的挑唆。我告诉你弟妹，你要是在这个家不老实，你给我滚蛋！我弟弟不在家，没人给你好脸色看。妈，你看大哥怎么说话呢？儿子，你瞧瞧你，我赖好也是你妈，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是我妈没错，你有一个当妈的样子吗？我弟妹说啥你就听啥，她是儿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就不是儿媳妇儿了吗？我让你们俩住这，不是让你俩合伙欺负我媳妇儿的，是让你们和睦相处的。你看你们俩一天天的，除了找事儿还会干点啥？妈，
你要是在这住的不习惯，看哪哪不顺眼的话，我呢今天下午就把你送回老家。还有弟妹，你要是不想住这儿，你回你家去，你家又不是没房子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做啥你们就吃啥，不想吃你们就饿着。走。儿子，嫂子，你别走，嫂子。你别拉我，我肯定要走的。你说你哥死了，你又得了个尿毒症，你妈年龄那么大了，我留在这里不是浪费我的青春吗？嫂子，你别走，我哥这刚走，你也要走，都留下我一个人。咱妈年纪也大了，我这还有病，我们还怎么过呀，嫂子？你们怎么过我管不着，这个家我也不会再待下去了。我还年纪轻轻的，我还能找着更好的。嫂子，你儿子小宝还小呢，我和妈没人照顾还行，可是你儿子怎么办呀，嫂子？你别走呀！爱谁照顾谁照顾，反正他是你们家的孩子，跟我没关系。嫂子，你别走呀，嫂子！对呀你，嫂子，嫂子，你别走，嫂子！别拉我！嫂子，你别走呀！别拉我！嫂子，嫂子。闺女，别再难过了，你嫂子也已经走了，我们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妈，你看我哥这刚走，我嫂子也跑了，我这还一身病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就因为你哥走了，你嫂子也走了，妈才不想把你这个病给治好。闺女，你身体要垮下了，妈还得领着孩子，没想想妈咋过呀？妈，这就算治，也没有合适的肾源呀。闺女，肾源是你的病操心了，妈托人联系着呢。现在我正借亲戚借朋友，借来的钱都给你先攒着，有合适的肾源就立马给你换。妈一定把你的病给治好。妈，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，就算找到肾源了，咱家的家底也经不起我这样折腾呀。闺女，别再哭了，有妈呢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就算妈捡垃圾，也得凑钱把你的病给看好。妈，你说咱们家怎么这么命苦啊？行了，闺女，别再哭了，妈以后的日子就靠你呢。我相信我闺女一定会把病魔给扛过去的，我们一定会苦尽甘来的。闺女，别再哭了。妈，闺女，别再睡了，赶快起来吧。妈，咋了呀？肾源找到了，赶快下床，我们去医院给你做手术。妈，我不治了吧？这病啊也治不好。说什么呢，闺女？赶快下来，穿上鞋，我们现在去医院。妈就是你这一个闺女，以后三长两短的，妈咋过呀？走，走，闺女。这都5年没有见我妈了，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。妈，闺女，妈，你回来了。闺女，一大早你给我打电话说回来，妈在这屋里坐着等你一上午了。妈，这几年都没有见你了，你身体怎么样呀？妈没事，身体好着呢，就是说你这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妈，我好着呢。哎呀，好着就好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妈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哎，妈，对了，那当初给我捐下肾源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闺女，你都别问了，那事都过去了，现在你的身体好了就行了。妈，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。行了，闺女，你就别问了，大远路都回来了，陪妈说说话，这好久不见你了，你知道妈这心里多想你。妈，我也想念你呀，在外边呀，我是1分钟都不敢停歇呀，就想让你过上好日子。闺女，真是苦了你了。
妈，我不哭，我这回回来呀，正是想把你接到城里面去享福呢。哎，城里我就不去了，咱们这农村啊，住着挺好的，想往哪去往哪去，地里面种点菜，吃着还方便。妈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跟我待在一块儿啊，正好让你享享福。行，闺女，那妈就听你的了。行，妈。啥都别再说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上床睡会儿觉，妈去给你做点饭吃吃，行不行？好。啊，你先歇会儿。妈，闺女，吃东西呢。我叫我被子叠叠。哎，闺女，那都啥呀，妈？这都，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，闺女，你瞧瞧你，我2件破衣服，你还搁这个叠。行了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别管了啊。哎，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看啥呀？这让我看闺女，什么呀？这是？妈，这是真的吗？闺女，是真的。本来这件事啊，你嫂子都不让我告诉你。妈，我嫂子她……闺女，是这样。妈，我要走了。儿媳妇，你去哪呀？我儿子走了，这个家离不开你呀。前2天不舒服，我去医院检查了，胃癌晚期，治不好了。什么？儿媳妇，胃癌晚期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妈，你也别伤心了，只怪啊，咱家的命都不好。我决定啊，把肾源捐给我妹，让她活下去，这样她也能帮我照顾孩子。妈，我是没有希望了，我把肾源捐给我妹，让她好好活着，照顾我的2个孩子，让她撑起这个家。丹丹，妈，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嫂子的。本来我都不想告诉你，就是怕你伤心。妈，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让我恨我嫂子恨了那么多年。闺女，别再哭了。